恭喜你完成大佬王课堂的学习。今天是北京时间2025年8月28号。昨天大佬王做了视频，然后就是讲了一下星舰10发射，是基本上是成功了，成功发射。但是期间的话有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还是有炸了一小部分，但是这一次的上帝之手还是偏向了这个往好的方向走，没有像前面的几次9、8、7，好像那几次全部都炸了，反正连续炸了好多次了。如果这次不成功，可能后果会比较严重啊。我们看看大佬王对这个进行了一个概述啊，看他是怎么说的。这他妈的，今天早晨呢，在北京时间凌晨的时候北京时间清晨的时候，伊隆马斯克呢把这个大火箭又给整上去了这次一个10飞大火箭我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孙子自打川普竞选总统之后呢，他就不务正业嘛。大家知道，川普去年8月份挨一枪，7月底8月初挨一枪，他就开始跟我一样犯迷糊，他就开始支持川普，然后他就不管大火箭了。这掐指一算已经1年了这个今天是2025年8月26号，他从2024年8月，他就开始发疯，他就不上班了，他天天跟着川普搞政治去了。然后呢，就是我帮你们捋一捋他搞政治之前呢，他那个星舰是几飞呢？4飞就是他投入政治之前，星舰才第4飞。前3飞不用看，前3飞我看的那是3飞就是我去德克萨斯看3月底4月初那次是3飞，2024年。然后呢5、6月份呢他进行了4飞，然后到7、8月份他就不务正业了。但是呢有句中国古话讲，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所以呢到10月13号，就2024年10月13号，他进行了迄今为止最成功的5飞，星舰5飞。我说星舰5飞你们可能没有印象，因为你们毕竟不是工科男，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迷，对不对？那我这么一说你们就特别记忆犹新，就是那个火箭被筷子夹住，那是5飞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筷子夹住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箭，我当时激动坏了。那个是2024年10月13号你看屈指一数，今天2025年8月都快1年了，10个月了。那一次呢是星舰在马斯克发疯之后的，就是借助自己的这个公司惯性的最成功的最高的高度，星舰5飞，2024年10月13号。那么之后呢，星舰就是国之将亡，其事也夭之后呢，第7飞不是我刚刚说第5飞，第6飞是什么呢？11月份就发第6飞。第6飞干嘛呢？第6飞完全是个政治飞，就是给川普看就是让川普看因为川普刚刚当选总统，那么俩进入蜜月期，带着川普全家去看了一次政治试飞，那没有任何意义，那次试飞是一次旧的老火箭、老发动机、老版本，只是为了一次让川普看个热闹，可以说没有进行任何创新，就完全进入他妈的那种国之将亡的其言也夭的这种状态。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进入新年2025年之后7飞、8飞、9飞连续炸了3次，7飞、8飞、9飞就是满天散花呀，炸得七零八落的，连续炸了3次，耽误了时间整整9个月，耽误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伊隆马斯克付出的巨大的代价。那么今天就是7飞炸了，8飞炸了，9飞炸了今天就是10飞。他为了搞这个10飞呢非常之重视就是之前呢停了好长时间，以前他是1、2个月发一次，他等了3个月9飞到10飞等了3个月，他也知道不能再炸了，再炸这公司就完了。所以今天呢
AT&T 啊，从土拨鼠老范那儿看完又有大老王看。对，今天呢，我呢就全程盯着看，因为这10飞非常关键，决定着马斯克甚至特斯拉星舰它整个的一套产品体系的生死存亡啊，是否能走回正轨，是否这公司还有看头？这疯子是不是彻底完蛋了？我操，这疯子是不是彻底完蛋了？好了啊，这个今天呢，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结论啊，因为好多人都没有看，我直接告诉你们结论吧。结论还是很幸运的，这次星舰10飞呢成功啊，结论成功，300成功啊，100分成功，给他打多少分呢？打95分吧，打95分啊，怕他骄傲，减他免除骄傲减2分啊，那总分变98分啊，再减3分什么的，有东西炸了啊！一会儿我再说说今天的这个详细点评啊。大家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大老王对于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星舰发射非常的上心啊，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他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所以说他是属于工科男，对这方面本身也是感兴趣。另外，他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成为这个去火星的志愿者，想就是搭乘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星舰，到时候去火星上开荒那个拓土啊。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想法呢？可能跟他自己的修为有一定的关系吧。他的想法说，现在在这个火星那边上面没有这个，比如说天界啊，或者是没有这个鬼界啊，他到那边可能也想去开拓一个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相当于是一个有神论的，就相当于想去开拓一个世界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就是活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里面就讲了当时的这个法藏，也就是南无阿弥达佛，他在成佛之前，他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普通的这个是就是名称叫法藏的一个和尚还是什么一个修行者。后面他的一个愿望就是对于这个很多3000大千世界很多世界进行一些考察，包括一些已经有的，比如说法眼法藏世界啊，或者是东方琉璃光，类似于像这样很多世界，他都进行了一些考察，大多数都是有这个6道轮回啊等等哈，比如说鬼道啊、畜生道，还有这个阿修罗道和这个是不是阿修罗啊？这个我不敢确认哈，肯定还有一个地狱哈。他对这个考察了之后，发现很多世界这些都感觉不太好，所以说他自己要去定一个世界，就是把这些缺点啊全部排除完之后就最终就是自己研发出来，用自己的愿力哈，就是造了一个西方时的极乐世界啊。只要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发心，首先要发心，第二你意志坚定，一心专念南无阿弥达佛，到时候这个，然后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积累自己的福德资粮，有福有德，全部都准备好了之后，在临终时啊，就是一心专念南无阿弥达佛，到时候西方这个极乐世界的，比如说阿弥达佛，还是说这个2个护法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会临终来接你过去啊，就是常说的叫接引。到时候莲花化身，就是像哪吒一样，从莲花里面长出来，然后投身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类似于我们是在母亲的胚胎里面啊，这是人世间的，
就比如说有这个胎生、卵生什么等等等等各种生的，还有化生各种，它那种可能是叫做化生吧。你到了那边有吃饭的意思，想吃饭，就是想睡觉或者想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尤其是吃饭，你想他饭就到你面前，各种菜，你收摊子就不需要你去收了，到时候你一想，他这个菜呀、盆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相当于是以意为食，就是以这个意识来吃，就是也经历了一个吃饭的过程，但是它实际中呢，可能不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物质世界是物质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那这个大老王呢，他想去火星开疆扩土啊，可能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要趁早，在那边可能没有这样一个世界，他也想去，比如说他在那边走了之后，去世之后，是不是也能够封神啊？类似于这个意思，成火星之神啊。